我们今天聊一聊可能几个话题啊，苏城和大卫。我们一个是说最高法院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裁决哈，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展开说说，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事情呢，可能是纽约的市长的选举呢，一个其实真的是属于比较左派的一个进步派的一个年轻人，打败了之前的纽约州的州长 Cuomo，这是一个建制派的民主党老政客。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许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最近在关税上的一些动静哈。今天我们还看到说，川普突然说我们加拿大欺我太甚，我们不能谈了，不谈了，就直接终止了啊。这个事情也挺让人觉得意外的。当然说，也许川普因为最近其实胜利比较多嘛，也可能有一些资本稍微的任性一点，是不是？要不苏城先来？好啊，的确，最近川普总统好消息不断，当然也是美国好消息不断哈。虽然你看，其实美国的许多的媒体哈，他们其实不太希望美国好消息不断，因为毕竟总统是川普啊，他们不希望川普有什么好消息。但是很不幸的是，的的确确，伊朗这件事情真的是出乎大家意外哈。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想到，有人会想到会去炸哈，当然没想到说炸完以后，伊朗只不过发了一些导弹去炸一个没有人的基地啊，确保美国没有损伤，就连胡塞武装也啥也没干，大家担心的霍莫斯海峡也没关闭啊，简直是许多人空欢喜一场哈。如果你是觉得石油会涨的，空欢喜一场啊。不过虽然翻篇了哈，但是我觉得这背景还是很重要的啊。那今天最高法院判决6-3，基本上就是说以后的这个法官呢、不能一道指令就把川普的政府的政策给禁止了。因为如果这样子能做，的确是很麻烦哈。那现在终于最高法院就做出这个判决，这就让我想起啊。当然，你记不记得川普在选举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哈？那大家觉得说他是随便说一说嘛？他说："We're gonna win so much, you may even get tired of winning." 就是说我们会赢很多，赢到呢你都觉得烦啊。那大家都觉得他随便说一说，但我觉得可能最近他的确哈，你看又跟中国签了协议嘛，虽然协议的具体内容没有人知道，大致中国会允许稀土出口，美国这边就对一些芯片啊，对一些软件啊，允许中国学生来美国读书哈，但是再具体就不知道了。但总而言之，就他们已经签了啊。我想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税战应该是告一段落哈。据说中国也那方面也把芬太尼成分加了一个芬太尼的成分来禁止哈，说那个也不行哈，生产还是出口需要有一个管制。所以当然不是全面性，美国从中国那里要到所有要的哈，但反正告一段落，我想这个也算是一个成功吧。所以呢，我觉得他的确哈，现在也许会比较充满信心啊，会不会再来一轮关税战？我是希望不要因为实际上大家也已经有点累了哈，上次折腾一次，真的是到大卫在关税战的前沿，对吧？帮助他的客户应该深有同感哈。当然，也许可能让你的生意更加好一点。不过，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觉得已经很疲惫了哈。我觉得跟加拿大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速战速决啊，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加拿大是跟随欧洲对美国的高科技，比如说 Google 好像征收一个什么税，那美国也正在跟欧洲在谈。那美国跟中国都签了，据说跟印度要很快签，不过这个据说了快1个多月了哈。感觉上应该有这么一个 momentum，这些 trade deal 很快都会上映，然后又跌破许多人眼镜，包括我的之一，就是居然没有通胀。当然，还是很多人认为说这个通胀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才会出现啊，但的的确确，事实证明就是没有通胀啊。总之我觉得可能川普总统应该珍惜这段时间哈，应该是比较春风得意的时候。那但是呢，最近也很对我最近也稍微注意到哈，有一位很年轻的一个政治素人居然在纽约市的市长民主党的 primary 的赢了。我看到大伟今天穿着这个，为了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的儿子进了 NYU 啊，穿了一件衣服，所以这个由他来开始讲吧。呀，我今天特别要穿这件衣服啊，因为我很骄傲。我们家里有一位纽约市的市民，这位市民
呢，他也是参与了初选投票。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特别关注这位，因为在过去几周，我跟我儿子经常在一起，就谈到这件事情。那这个选举啊，照理说是板上钉钉，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人知名度啊，还有其他那些候选人知名度差的实在太远了。一个是国际级的，一个是另外一个呢，另外那几个，基本上特别是选上初选的这一位啊，曼迪他啊，连纽约市的人绝大部分都不认识他，一直到了这个选举开始以后，在社媒上才看到他这个人，还有他的一些论点。那由于他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极左立场啊，就被冠了一大堆帽子啊，又什么极左派了，就是共产党啦，什么社会主义的啊，而且他还真的是参加了一个在民主党里面的一个小团体，的确比较社会主义倾向的一个团体啊，非常理想派乌托邦的这种社会的一些讨论了。那至于说他为什么选上啊，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我只能告诉大家一件事：我今天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来？我实在是太欣赏他的政策了。如果他的政策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儿子啊真的可以省不少钱。为什么呢？因为我儿子在纽约市那个环境里面算是一级贫户啊，这样子的话，而且是学生嘛，对不对？哇，那曼迪尼的政策只要实现一半啊，2/3。或者有很多的好处啊，你在网上随便查查就可以。那我这里简单的讲出3点啊，这个不一定都是一步到位啊，但是我一想到这个图画就感到非常的欣慰，非常的兴奋啊。特别是我儿子他从事的行业很可能就是要在那边待，不止毕业以后要留下。第一个就是房租这方面，这个房租你说什么冻结房租 rent control。这个在美国行之有年，大城市都有这一类的法条，但是这几年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家好像觉得说哇，到处的房租不能涨啊，或者影响到，其实很多都是什么7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种好像比较社会主义的风潮，比现在那严重多了。那时候就是要搞一个福利国，后来结果算钱不够啊，对，就搞了半个福利国。那但是那很多都是一个叫做 legacy。那都是80年代什么30年没涨房租，所以在纽约你真的可以300块租到1个月的房子啊，$300。但是呢，这都什么人去住？你就发现说啊，住在那里的人永远都不会搬走。那你要换人的，为什么那个人除非他走了啊？那但是他不一定是那个人住里面，搞不好他的亲戚住里面也可以。对，但是只要那个人在历史上你永远都不离世啊，你就不可能会走的，对吧？制造很多社会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已经不太有 City 再去 push 这件事情，但现在又提出来啊，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啊，它跟房租有关的，我很有意思。他说这个 evil landlord 啊，让我想起来，在这个中国，我们像我们家嘛，我们这个家族，而且我爸妈两边家族都是 evil landlord 啊，结果我就不幸到台湾了。啊，对，那纽约的 evil landlord 我不知道他们逃去哪里啊，New Jersey 啊，逃远点到 Florida， 不对，Florida 最近又不欢迎他们，那真的是这 evil landlord 快没地方可去了，对吧？那只好搬到乡下住好了。好，那这个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开了一个超级大支票，就是那个 minimum wage 啊，当然不是一步到位，可是这个 minimum wage 30块一讲出来，他马上就获得了我的一票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那个纽约那个最低工资啊，这的确是 not living wage 啦。但是我知道美国跟北欧的差别很大，就是他从来没有说过 minimum wage 是 living wage， 可是这个老兄不行呀，最低工资就是要让大家过得还可以，对吧？这是一点。那第3点就是说啊，你知道说为什么他说要在纽约市里面开这个政府杂货店，你知道真正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说纽约你如果真的经常去的话，你就发现的确杂货店的东西都很贵。你一般来说，很多纽约人啊，他到了周末啊，他不管是自己有个车或者自己租个车或者坐个车什么，他就到了 New Jersey 去买杂货、买衣服或者是说纽约最近稍微好一点啦，就是超市比较多。在我年轻的时候，纽约根本没有大型超市的。你就只能去那些店买东西，都非常贵。然后他就说啊，你看那个穷人的社区里面都没有，他们也不可能去什么 Costco， 对不对？拜托，那他穷到说连饭都没得吃了，还去 Costco， 那根本不要想什么 member 啊，你还要坐个车去啊，都比较远嘛，对吧？然后那我就把那个量贩店的价钱开在你们这个社区里面。
但是这个政府开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但是你看我儿子像那种一级贫户又得利了嘛，对吧？还有很多诸多的这些事情，什么免费的 Transbus 啦那一类的，这加一加不少钱啊，对吧？但是我只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啊，不管是观众还是节目上的贵宾们，这个有没有人去算一下？这些东西，你到底要补贴多少钱？那些东西，这个钱从哪里来？那说的很简单，就是说啊，就是打土豪嘛，对不对？就是多交点税就可以了。我是想说，到底有没有人去 did the math？ 然后我就想到那个 AOC 这个小姐啊，她当时那个开那个一大本啊，那个我看了一遍以后就说，哇，这些 plan， 你看我每一样都支持，但是有没有人去稍微算一下？谁不想要社会主义乌托邦啊？Everybody， 但是有没有人算过说这根本不可能？这个社会乌托邦最后就变什么呢？我不是危言耸听啊，但是他讲的这些政策，绝大部分在委内瑞拉都有了，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嘛，对吧？我这个年初去哥斯达黎加，满街都是委内瑞拉人嘛，那因为他那个乌托邦啊，连活都活不下去，所以很多人你说免费教育，免费这个 childcare。免费什么免费这个免费那个免费油什么$1/gallon，OK， 结果怎么样呢？全世界你看四海都有委内瑞拉人，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状况。OK， 所以呢，我就盼望说，大家当然是很热血，对不对？想到这个哇，这个很有魄力的年轻人啊，能够跟这个民主党内的建制派来对抗一下啊，能够再把社会带进更 progressive。更先进、更前进的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劝他们说，可能还是要让这个真的是数学稍微好一点的选民啊，稍微算一算，然后稍微想一想这些东西到底通不通，到底有没有可能性，你再去投给一个能够开支票的人。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 Mamdani 的这个背景哈，他真的是出生在一个美国的优秀的卓越的知识分子家庭，这样说毫无为过哈。他爸爸是乌干达的移民，也是印度裔的，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是当教授的，而他妈妈呢，如果说对这个所谓的 World Cinema 世界电影稍微有一点点印象的话，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影导演和制作人。他妈妈曾经拍过一个叫《早安孟买》的，拍过一个叫《季风婚礼》的，这些都是在像欧洲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和这个威尼斯电影节上都获过奖的，特别是这个《季风婚礼》获得过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所以他从小等于说生活在一个其实是浸润在很多的理想主义的这个环境里头。我相信他的这个政见，刚才大家介绍的，也就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扶助这个穷困者哈，能够营造一个更为平等的一个世界。但是呢，这个无独有偶，前几天这个民主党的左翼的Bernie Sanders 老兄哈，这个参议员也其实挺大年纪，80多岁了吧。他上了这个美国最著名的 Joe Rogan 的这个播客节目，也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他在几十年时间内提倡的东西从来没有怎么变过，但是也基本上从来没有怎么实现过哈。他在原来70年代、60年代就说这个医疗是所谓的 human right 哈，这个他老兄的口音说起来，这个人权就是 human right。他就说这个医疗就是应该是一个基本的人权呢。那可是说 again 这个事情，如果说医疗是一个基本人权的话，那请问就说医生们和护士们的这些人，难道他们的工作他们就应该白白的去服务别人吗？因为如果说这是他们能够提供的稀缺的一个服务或者产品，可以被任意的人去在任何需要的时候使用的话，那这个事情的稀缺性在哪里？那就是说，如果按道理就是说政府要提供所有的这个东西，但是政府即使提供了之后，这个事情仍然是稀缺的呀。在纽约的这个零售店的这个问题上，那你说是为什么它贵呢？因为首先它的这个可能搬运货物的这个物流的成本就很高，纽约的交通那么堵塞，然后它物流成本很高，它的空间很小，它的仓储的成本也很高，然后它同时还是因为我相信它的这个无论是纽约州的州税也好，还是纽约市的地税也好，它的消费税也好，在美国肯定是也是居于前列的。
那本来就是在税负的情况下，它自然加高了这些所有的零售商品的价格。你现在说我们能不能以更多纳税人就是交上来的税，再重新改变这个供需的关系？其实这个事情只会让这个事情，我认为是继续恶化哈。如果他这么搞的话，首先，短期内它会怎么样？它会冲击那些市场上本来已经运营的很成熟的这些零售店，人家都已经在这儿可能几辈子、几代人一直经营这个事情，已经可以用一个极低的成本去运营这个事情。然后你现在用政府的方式，其实就是直接冲击人家的生意，人家有可能就会倒闭。人家直接如果倒闭的话，这个有机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供需网络就遭到了破坏。这个破坏在短期内一定会造成更多这样的产品和服务的减少，那价格就会继续往上升。所以这些新的选上来的这个人，当然我相信也是让民主党人非常的意外啊，因为无论是华尔街也好，这些金融公司也好，还有一些民主党内的建制派所联系到的这些广大的他们忠实的最后的这个金主，他们花了很多的钱去支持这个 Andrew Cuomo 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结果败的还挺惨的哈，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这么有名的一个之前的纽约州的州长，可以被这样的一个名不经传才34岁的年轻人就这样的一举轻而易举的打垮了。所以当然这个事情也会让人想，就是说美国呢未来要走向何方呢？难道所有的大城市真的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赤化的过程吗？其实川普当然用的他自己一贯的这个非常夸张的这个用词，他直接上就叫这个人叫共产党嘛，对不对？叫 Communist Daddy。我不知道，就说这个事情到底会11月的时候的这种会怎么样的，但是还是有一点点令人担忧的吧。讲到这个，我刚刚看到阿扎杰拉哈，这应该是中东的一个报社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啊，澄清说这个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啊，他勉强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啊，可能川普搞不清楚这个的区别啊，但是他自称是 Democratic Socialist。我刚刚真的听大卫讲一下哈，其实我想起来我自己也有一个外甥女住在Brooklyn 哈。大卫，你是不是其实刚刚有一个很高兴没讲，就是 no child care， 会不会想说，哎，很快就有孙子这样子啊？no child care 这真是挺不错的哈。那那这个不，我讲错了，不是 no child care，no fee child care，free child care， 来 free child care 挺好。但是我觉得 rent control 有点危险，rent control 可能搞到最后，你真的就是找不到地方住。所以不过还好，那个附近还是有些地方交通也很方便哈。实在有需要的话，我们家在那个 White Plain 那附近还是有地方可以住哈。你就说一个火车就可以到 Grand Station，所以 rent control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搞过。我在纽约有一次，我常去纽约，因为我有亲戚在那边，碰到有一个 Uber driver 就跟我狠狠的抱怨了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 rent control policy 哈。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想，其实在旧金山也有 rent control，所以是不是能够真正把真正给大家带好处，我不确定哈。但我觉得这个 free child care，你如果真的有钱的话，真的非常棒。讲到这个 grocery store，现在我觉得现在通货膨胀应该也是不是那么严重了。我觉得可能大家不会因为这个选它，但30块钱一个小时的确非常的 attractive，非常非常的 attractive。不过他说他到2030年要达到，现在是20，对不对？现在还有5年的时间，所以一年涨2块，其实也还好，只是不知道他能够做多久哈。他可以做4年，对，那差不多哈。2030年可以达到30块钱。他的网站哈，真的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颜色我觉得很像我年轻的时候的那个 PowerPoint 的颜色，就是蓝色跟黄色这样，很醒目，真的是耳目一新。你可以在那边找到所有这个左派的这个理念的一个大集合，全在那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关于这个 defund police 的，这个支持 labor 的，然后 health insurance，然后这个反对川普的反移民政策，哈 anti ICE。他其实我好像看到他有一个 interview 说啊，他说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钱啊。我们要不只是用在 free child care 这个，其实 free child care 需要钱，还有 health care 也需要钱了哈。而且呢，我们呢，因为我们要反对那个 ICE，
所以我们不能，我要保持这个 Sanctuary City 的 status，就有可能纽约市就拿不到 federal funding。如果 Trump 政府不给我们钱的话，那我们自己要有钱，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是吧？就是一个理由哈，就是要征税。当然他这个是100万收入以上的就收2%的这个就是 flat fee 哈，就是反正100万，就是说以前的话呢，他是说100万跟5000万都是一样的，他现在不合理哈，要交2%，然后要把这个公司的税要增加到11.5%，原来是7.5吧，纽约市是11.5，那而且他人家就说，那你不担心公司都从纽约搬出去吗？因为一搬出去，比如说搬去佛罗里达，就不用交税了。哦，或者你只要在纽约做生意呢，你就要交这个税哈。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 corporation 是一个 big shock 吧。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他怎么收哈。你只要在纽约市做有 business，大卫你比较懂 finance，他这个要怎么 implement？反正这个整个东西真的，如果都做的话，其实我说实在哈，如果纽约人愿意啊。对吧？那这个公平公正选举哈，当然有人担心说有很多 illegal immigrant 在里面的选举。那假如是一个公正公平的选举，如果纽约人真的愿意做个实验也，当然你要，因为我不住在纽约嘛哈，我讲一些那种风凉话，就做个实验吧，就真正 once and for all，对吧？让这些年轻人啊，包括大卫您的这个孩子们，你跟他讲100遍都没有用啊，再经历一下这个实验，看看这个结果怎么样。我觉得未尝啊也不是一件好事情。当然，大家现在看这个事情，觉得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这个 billionaire Bill Ackman，我今天看他那个 Twitter，他说他在征召一位愿意出来选的。他说那个钱都已经准备好了，千万级别或者上亿的钱都已经准备好了哈，就等一个 candidate 愿意出来选，因为他们好像挺担心这个州人这个 M. Dadi 很担心他这个很担心他当选啊，但我觉得说民主国家嘛，你有一个不同的想法，那去试一下嘛，给一个年轻人一个机会，了解一下这个现实其实是有点残酷，理想当然是非常的丰满，现实上不只是钱的问题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它都有副作用，你很难想象到的一些副作用，可能会造成很多的问题。那他说这个 community safety。意思就是说不需要那么多警察，光这个就可能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吧？你的那个30块钱还没有赚到，安全就出问题了。所以大卫，你觉得呢？你觉得那个税好收吗？所以纽约市是这样，它本来就有一套自己的税制，所有的 New York resident，只要是你 declare 在纽约你有赚钱，然后你的 address 在 New York City 啊，在那个几区之内的，其实都有一个特别的税。那就是说，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收到了，但就是你还是要报一下啊。所以就是说你要报一个 federal，要 New York 还有 New York City，OK，所以就说 business 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已经这个本身的纽约市已经像一个小国家一样的，它本身的 infrastructure 跟其他州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公司呢，corporation，我刚刚讲这个 corporation，对啊，corporation 也是一样，它就是说在纽约市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它这个所有的其实都已经 ready 了，就是你真的要能够加收税什么，我相信他们很快就可以 figure out。但是呢，我讲2点啊，就比较我们稍微这个放大一下这个情况。你看这个一般来说这一类的选举啊，就是特别是初选，就是支票满天飞。对，我就讲支票，因为很多都是空头的，所以就说他讲的这些东西，他真的能够会去推行很难讲，再加上在美国这个市长还有2批人马他要搞定的，一个就是他底下那个他的议会是一批，另外一批就是他的这个市府机器上万人的一个 bureaucratic system，他要搞定这些人。那所以就是说，在美国其实过去有非常多例子，当然没有纽约那么大的城市没有了，但是很多 city 选出一些没有人从来没听过的。我跟你讲，比如说那个 Oakland mayor 当选的时候，就是说全部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不知道怎么当上也不知道，反正就当上了。还有很多例子，还有什么从摔跤选手到脱口秀
主持人，我想在美国待久一点都知道这几个例子啊，还有很多的，就100万级别以上的城市哦，他们就当选了，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城市也没怎么样嘛，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东西有2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他根本推不动他那些政策，他讲的那天花乱坠，然后就说没办法啊，其实就跟总统一样了，没办法啊，国会不答应啊。没办法啦，这个行政部门没办法配合啊，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反正他支票先开了再说嘛，选上再说啊，这个是一点，就是说很多东西可能根本就做不到。第二点啊，也是回到这个选上再说的逻辑，其实目前民主党他好不容易在选举以后啊，他目前在党内，如果你真的看媒体声浪，你就发现他现在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可以叫做恐怖平衡，对，因为两边都有他的核弹，一边是钱很多，一边是声音很大，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民主党内的极左跟保守派，其实这在一个好不容易达成的平衡就被这个老兄破坏了。所以这一点啊，才真的是为什么就是说他选上的原因。我觉得很大一个关键就是他敢讲，他敢推，他敢能够说公然对抗民主党那些建制派，所以呢他就选上。但是选上以后呢？我们在国会里面呢，还有那个世金钗嘛，对吧？世金钗其实也是，你说他们哇多厉害啊，多猛啊，讲到骂起来真的是，我不要讲他们泼妇骂街，因为人家是国会议员，我要礼貌一点啊。不过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就是很会骂啊，很会讲啊，那个讲的真的是，其实我很多他们讲的东西，我听了我都很感动啊。问题是讲对那个民主党，你自己人都不理你，对吧？所以就很可能这个。不管你选上什么人，到最后呢，那些民主党那些手上有钱有权的人，就好吧，看你玩什么花样。可是不可否认的啊，就是在美国目前这个环境啊，就是 radicalized politics 的情况下，大家都极端化才能够选上啊。选上以后呢，你又要对那些比较极端的选民负责，要交代，对吧？的确还是有那么一点风险，就是说某一些脱序，就像苏成刚讲的情况可能会出现。但是我个人呢，还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就是说我相信啊，政客不管是老的少的，不管是哪一党，其实都差不太多了，就是好一点坏一点。那基本上大概的，我个人认为说啊，很多都是大家不用担心，因为都是空头支票啊，在绝大部分应该都是空头支票或者是半兑现的啊，所以也不用太紧张。我比较关心的而是这个政治整个大方向的发展啊，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带起一个风潮？还是说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涟漪，然后只是提醒大家说不要走太极端，太极端就会跑出这种人来。你看这次好像他能够在初选中胜出，据说这个 college student 和刚毕业的学生呢，对他的投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个也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对刚毕业和这些学生来说，他们本身也没什么钱，然后也不需要有什么收入上的这个收入税的这种担心。他一看只是说这个租金这么贵，消费这么高，那然后特别是 entry level 的这种工作，这么给的薪水也不高，那肯定这种最低小时的时薪啊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一定就会像大卫所说的那样，再过些年再看呢，其实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真正的改变。那我们把话题稍微转到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上哈，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从川普第2届上来之后呢，这个包括联邦法院在内的这种各种下级法院呢，一共针对川普的25条行政令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禁令哈，其中包括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最近的，当然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终结出生公民权的，至少在部分的条款之下，可能说比如说2个人都是无证或者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个夫妻，他们所生的这个孩子呢，可能就不属于这样的一个出生的公民权。那包括就是当时之前 DOGE 要去解散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这个事情，也当时被 block 掉。其他的还包括解雇联邦的公务员和削弱这个联邦雇员的这种保护啦，然后这个解散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啦，然后冻结3万亿的联邦资金，不准备给这个 NIH 啊，就是美国的卫生组织，然后非盈利机构的一些钱，然后包括跨性别的这些政策，所谓的 transgender 的这些问题，就说要不要这个所谓跨性别的女性囚犯到底要怎么处理等等，这些都是要钱的。
然后甚至对高校的这种联邦拨款跟哈佛的这些事情，每一步都川普发一条行政令呢，有一段时间这个联邦法官呢就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在全国之内限定了。那最近这个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最高法院6-3的这个结果，基本上就是裁定了联邦法官之后就是无权再发布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禁令。然后同时当然说也会某种程度上让这个川普的这个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这个行政令呢，有可能会真的得到实施。那这个事情本身的争议和关注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是对整个移民政策的一块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的一种松动嘛。那当时这个多数派的意见，这是保守派的这个裁决，基本上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法院前一段时间这种表现，确实已经超越了这个国会赋予的这样的一个联邦法院司法的这个分支的这个权限，他们有点过线了哈。那本来最高法院就是在这个宪法里头试图去保持美国在宪法框架之下的这个三权分立嘛，那这也是国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基石。我觉得说这个不仅仅是对川普总统自己的在这一任上的一个重大的胜利哈，接下来他这个法律上的这种各种的障碍确实轻掉很多，关键是说它有可能是对美国的立国之本的一次基本的巩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值得去注意和庆祝的。陆生还有话说吗？不说了。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哈，好像我还在看那个选举，南亚就是亚洲，在美国的亚洲人民大力支持了这位呀。对，是，他的这个身份还挺多的哈。一方面他是穆斯林，然后他是南亚的，他也是移民家庭，因为他好像是出生在乌干达，对不对？然后他基本的还有其他的政治立场，也许可以稍微的说两句。他其实是一直比较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这样的所谓的压迫的，他是非常反感这个以色列现在这个国家政权的这种做法的。然后他做了很多救助这个巴勒斯坦难民的这种工作。那他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纽约市其实犹太人的团体还是挺多的哈，而且这次好像很多的选举的团体当中，犹太人团体对他还蛮支持的，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呀，我觉得他这次就是年轻人出来比较多，然后他在 social media， 然后他的 ground game 都做得比较好。没错，库蒙可能也没好好选，不过库蒙好像只有黑人的群体是他的票比较多。加的，但是好像就是这几天我之前看的都是库莫赢先，忽然间是不是？我怀疑会不会跟美国炸伊朗有关系？有没有关系？这样就是说，当时有33个类似的这个民调，然后只有一个显示曼达里会赢。那可是呢，民调都是用传统民调做法，绝大多数。那现在什么年轻人会接电话起来回答？对吧？接电话的时候说接电话全是老人才会有这个动作，对吧？那所以就说这个民调本身充满了这个错误，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民调这个东西现在已经真的不行了。那这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很多人认为 Cuomo 绝对会赢的啊，没出来选是吧？很多地方这个在历史上已经出现太多次了。就是当你某一派的人有压倒性的支持，你感觉到压倒性支持的时候，你就说没关系啦，我去不去都一样，那天是比较热嘛，对吧？他就不去了，对，那就在家吹冷气，对吧？对啊，结果他就输了。那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想我们一定要提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还不是说他一定就会当上。虽然民主党当纽约市长这个是绝对是板上钉钉，但是另外那两位那个 Adams 跟那个 Cuomo 可能还出来搅个局，对吧？还有一个这个三角都台湾讲，所以不知道会怎样了，很难讲。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想到一点，就是说，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激起一些民主党本身的这个 soul searching 他们在道路上面能够来谈一谈，因为我相信一定会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另外那两位在私德这方面比较扣分这虽然没有什么 conviction， 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名声都不是特别好，不干净所以我想他们除了政策以外，大概什么其他都不会讲。我觉得可能会有4个人出来选，可能还会有一个人出来，有这个可能。
我觉得甚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觉得年轻哈，这个年轻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2张脸啊，Cuomo 的脸和这个34岁的这个年轻人，你想想这个年轻人会选谁？我觉得很难说服，就是说在40岁以下的人说啊，你去选这个你已经踹过了。他当你们州长的时候，Cuomo 其实在上一次这个疫情当中也实际上遭到了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对不对？然后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性丑闻，最后真是说不清不楚的就把它搞下去了。所以呀，这个事情我们就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希望我们聊的话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再见，谢谢您的收看，再见。